这两个孩子是你们父母用最后的力气保住了你们的性命。无极真经，玄天神教的镇教之宝。虽然修炼此功者能够功力大增，但极容易被反噬，最终走火入魔。此等魔功断不可留啊！这胎记是玄天神教嫡系血脉的标志，若是被外人看见，这两个孩子必死无疑。云哥、血影，你们放心，为师一定会将这两个孩子照顾好。长风、清雅，你们俩的名字便如此定下。愿你们如长风般自由，如清雅般坚韧。如今武林动荡，四大门派虎视眈眈。若我直接将你们带回柳月山庄，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不如暂且将你们托付给这山中的猎户，待1年之后，风波稍平，我再接你们回去。血影的尸体怎么不见了？血影的尸体怎么不见了？难道是玄天神教将血影带走了？行了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清雅，你去把练武场打扫干净，其他人继续练功。是，大师兄。清雅，别在意他们的话，你的努力我看在眼里。兄长，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练武？不，你只是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数。长风师弟，你的武功倒是越来越厉害，要不咱们来比试比试？二师姐武功高强，在下自愧不如，比试就不必了。怎么，你怕了？哦，我只是不想伤害同门和气。想不到太师傅秘史之中竟藏有如此玄机，这无极真经竟与我的逆行经脉如此契合。这不对劲啊！却和我平日所练木系心法截然不同。这股真气阴狠霸道，可是好强的真气。要是凭此突破，神功大成指日可待。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清扬，兄长，你的气息好像有些不对劲。兄长多虑了，可能是这几天天气转凉，昨晚受了些寒气。不对，这真气中似乎多了一股阴冷之气，与柳月山庄的心法相比，大相径庭。兄长你多虑了，我平日都是按部就班修炼的。你原先修炼木系心法，经脉已有损耗之象，可如今你经脉却已畅通无阻。你既知道，我便不再隐瞒。其实我修炼了无极真经。
突击真经。此功法乃魔教镇教心法，修炼者需以血为引，逆转经脉，故被武力称为禁术。修炼此功虽能短时功力大增，可最终还是会走火入魔，暴毙而亡。青雅，你为何如此铤而走险？兄长，你既知我天生逆行经脉，修炼木系心法难有寸进。这无极神功与我极为契合，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，更不想在危难之时连自保之力都没有。我不愿再被别人欺凌了。你的苦衷我明白，只是这心法终究是邪门歪道。你的苦衷我明白，只是这心法终究是邪门歪道，若被师父发现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我不求你能理解，只求你莫要揭穿我。我会小心行事，绝对不会连累柳月山庄。鸟，你我兄弟一场，我怎会忍心看你陷入困境？既然这真经与你的体质相合，或许这也是天意吧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会替你保密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修炼时务必谨慎小心，若有不适，立刻停止。若你斗入魔道，我定不会袖手旁观。谢谢兄长，我答应你，绝不会为这心法所控。你我兄弟，不必言谢。只是这条路凶险万分，你需时刻警惕。有兄长在，我便不怕。这木系心法果真玄妙，短短数月，我的功力又增加了不少。糟糕，这一掌若是被旁人看到，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。你们看，这掌印好强的内力！难道是大师兄留下的？不对，大师兄修炼的木系心法讲究柔和，此掌印刚猛霸道，不像是大师兄的风格。那会是谁？总不能是长风师兄吧？他虽然天赋异禀，但年纪尚轻，不可能有如此修为。就是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就是啊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如此霸道的内劲，分明与突破木系枯荣境，与柳月山庄的2位师叔伯境界相当。可第3代弟子中，从未听说过有人突破枯荣境，大多还停留在青崖境或繁花境。不过，既然无人认领，正好借机震慑这些蠢货，坐实我第3代传人之位。大师兄，这是你弄的吗？没错，最近功力大涨，试了试功力。师叔果然厉害，这功法恐怕连师傅都要称赞了。下个月的比试，这传人之位非大师兄莫属呀！大家勤加修炼，日后定能有此成就啊！就你们这些庸才，下辈子吧，待我坐上这庄主之位，定要找出这掌印的主人。能留下这等功力之人，要么收为己用；能留下这等功力之人，要么收为己用，要么永绝后患。你们一起上吧。还有谁不服？兄长，后山那枯荣掌印明明是你所留，说明你的功力早已超越大师兄，为何不上台一争，争夺这传人之位？请，我对传宗之位并无兴趣，修炼一途，重在修心。兄长，你倒是淡泊名利，可是大师兄他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柳月山庄在他手上难有作为。难道你要看着我们柳月山庄走向末路吗？哎，大师兄他功力深厚，自有他的道理，我不愿相争。既然大哥不愿意，那就由小弟去与他一争。既然大哥不愿意，那就由小弟去与他一争。大师兄，青崖不才，
前来领教。青雅，你今日吃错药了，你连我的3成功力都不如，你必要挑战大师兄？就是，平时被我10招打败的废物，今天倒成起英雄来了。青雅，你打不过大师兄的，还是不要去送死了。青雅师弟，念在同门之义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青雅，要不去药堂找点药备着？这样，我只用左手，若你能接过我3招，就算你赢，如何？大师兄也未免太看得起他了，我看他这种废物1招就够了。大师兄，我能不能赢，试过才知道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师兄也未免太看得起他了，我看他这种废物1招就够了。大师兄，我能不能赢，试过才知道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呀！再来！师兄，你怎么样？这掌法阴毒至极。青雅，你究竟修炼了什么邪门外道？这掌法绝非我柳月山庄的功夫。二师姐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是情急之下。情急之下，这掌法阴狠至极，分明是那个魔界的功夫。你从何处习的？说！这掌法阴狠至极，分明是那个魔界的功夫。你从何处习的？说！我说他怎么敢挑战大师兄，竟学了如此阴狠的手段，这是卑鄙！青雅，若你还有半点同门之谊，就老实交代，否则……青雅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青雅，你刚才施展的血阴掌从何处习得？弟子说。弟子无意之间获得这本无极真经，修炼了其中的掌法。原来是无极真经。无极真经，那可是魔教功法，你竟敢私自习得？弟子知错，但是弟子只想变强，不想被别人看不起。你身为柳月山庄弟子，怎能如此糊涂？柳青雅，修炼邪魔外道已是违背了门规。今日之事，你必须给个交代！快把无极真经交出来！交出来！站住！站住！青雅，你这肩上的印记从何而来？这印记我自小便有，师傅说这是天生的，不能向外人道起。若是传出去，会为山庄带来灭顶之灾。这印记，难道是？没错，这烈日印记便是玄天神教嫡系血脉的标志。没错，这烈日印记便是玄天神教嫡系血脉的标志。青雅，你难道是玄天神教的后人？我不知道啊。长风和青崖他们俩的确是玄天神教的后人，他们是柳云歌和季雪莹的儿子。什么？云哥和雪莹的孩子？他们夫妻2人当年被4大门派围困玄冥崖，不是跳崖自尽了吗？这俩孩子竟然没死？没错，当年云哥和雪莹跳崖的时候，用尽了最后一丝功力，将这2个孩子托起，保住了他们的性命。当日我在悬崖谷底找到他们的尸首的时候，云哥早已经血肉模糊，连雪莹都已气绝身亡。可是我见这2个孩子命不该绝，便将他们送往一处猎户收养。直到1年后，我才将他们接回，与我同吃同住，视为己出。原来如此，
难怪他俩的身世从未被发现。长风这孩子天生经书骨，3岁便可催动草木生灵，继承了他父亲的清灵道。青雅，长风这孩子天生经书骨，3岁便可催动草木生灵，继承了他父亲的清灵道。青雅却继承了他母亲的逆道根，全身经脉道行，就像玄天神教祖师的噬日魔体。没错，噬日魔体只有修炼了无极真经，方可逆天改命。这无极真经乃是玄天神教的正教心法。当年我为除后患，便将无极真经藏于密室，怎料竟被青崖所寻得。这青崖的体质，就是为了修炼无极真经而生的，都是命数啊！也罢，事已至此，无法挽回了。真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您打算如何处置？众门人听令！我已无颜再担任掌门，今日我便辞去这掌门之位，以谢罪责。至于长风和青崖他们俩，你们便将他们逐出师门，永不回中原。毕竟，他也是你们云阁氏庶的血脉，就当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真人慈悲，此事我等无异议。真人慈悲，我等无异议。长风、青崖，此次将你们逐出师门，既是惩处，也是保全。倘若往后我听到你们为祸江湖，为师定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听清楚了。弟子明白，多谢太师傅多年养育之恩，长风永不相忘。弟子知道了。多谢太师傅多年养育之恩，长风永不相忘。弟子知道了。去吧，去吧，离开中原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从此往后，你们与我柳月山庄再无瓜葛。青崖那小子修炼魔功，让大师兄受这么重的伤，结果什么责罚都没受到，这是要大摇大摆的走。他们两个不过是玄天神教的余孽，柳月山庄给他们一条生路，已是仁至义尽。至于武林，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。师兄的意思是？我会让其他的名门正派都知道，玄天神教的后人还在人世。至于他母亲的那些仇人，估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。到时候，他们有的是功夫应付。至于他母亲的那些仇人，估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。到时候，他们有的是功夫应付。师兄果然高招，这样一来，就算他们离开柳月山庄，也休想过上一天安稳日子。哼，谁叫他们是玄天神教的余孽，修炼魔功还伤了同门，若不让他们付出点代价，岂不是太便宜了他们？师兄说的对。接下来，我们只是静观其变。无极神功，还是婉晴最懂我。我定主师兄都在庄主之位，这样一来，我也能早日当上庄主夫人。兄长，此次下山，我决定回归玄天神教，继承母亲衣钵。兄长，此次下山，我决定回归玄天神教，
继承母亲衣钵，重振神教昔日辉煌。青崖，玄剑神教早已落寞，江湖中人更是对他深恶痛绝。你此去恐怕凶多吉少啊！凶多吉少又如何？我本是神教后人，既然柳月山庄容不下我，那我就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青崖，江湖险恶，你又何必执着于过去？不如与我一同归隐山林，远离纷争，过些平静的日子，如何？兄长，我知你生性淡泊名利，但我与你不同，我无法忍受被他人轻视，更不能让父母的血白流。我要重振神教昔日辉煌，让那些轻视我的人，让那些逼死父母的人付出代价。我要重振神教昔日辉煌，让那些轻视我的人，让那些逼死父母的人付出代价。青崖，仇恨只会让你走火入魔，你若执意如此，不怕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啊！这是我的选择，前路如何都不会后悔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再劝你。只是江湖路远，你务必小心。兄长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倒是你归隐山林之后，可别把自己闷坏了。山里清静，正合我意。你若累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，保重，保重。江湖再见。寒冰剑气，寒冰剑气，这寒气与我所练功极为相同。若能得这位姑娘指点，我的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好剑法，好剑法！姑娘方才那一剑，令人叹为观止啊！你是何人？在下玄天神教柳青崖。玄天神教，在下对姑娘的武功颇为敬仰，想与姑娘切磋一二。这不就是人们口中的邪魔歪道吗？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冰姬阁为何与你切磋？正邪之分，只不过是江湖之人的一些偏见罢了。我柳青崖行事光明磊落，从未滥杀无辜。这与我沈凝霜有何干系？若无其他事，便请自便吧。你跟了我3日，究竟有何目的？在下只不过是对冰晶阁武功颇为敬仰，只想请姑娘指点一二。你想学我冰姬阁的武功，未免太过天真了。并非想学，只不过是向姑娘请教寒冰剑气内功运转之法。在下所修武学已到瓶颈，还请姑娘不吝赐教一二。你倒是坦诚，不过冰姬阁的武功从不外传，我无法教你。无妨，能与姑娘同行，路上观察冰晶阁内功运转之法已是荣幸，再来也可护送姑娘周全。随便你吧，若你敢有任何不轨之举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柳青崖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乖乖束手就擒的话，或许能留个全尸。来者何人？我与诸位素冤仇，为何要取我性命？就凭你是魔教的余孽，江湖早有传闻，季贤英的儿子没死。我们一路追查，到此埋伏在这里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男的杀掉，女的留下，今晚好好服侍服侍我。季贤英杀了我们马匪帮的前帮主，他跳崖死得痛快，但是这笔血债由他儿子来偿还吧。凝霜姑娘，这次连累你了。凝霜姑娘，
这次连累你了。无妨，你专心对付他们。哼，两个废物！青雅，别怪我，你先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你一直都在。你发烧了，我加了些草药，快服下吧。谢谢你。客气，你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我会陪着你的。凌霜姑娘，你为了照顾我，一直没有休息。凌霜，你记着我是玄天神教之人，你我之间本是正邪对立，你不必如此。我想前之日你说的对，正邪之分不必如此清楚。在我看来，你坦诚率真，值得我沈凌霜结交。凌霜姑娘，你为何要留在冰晶阁？江湖传言，冰晶阁弟子规矩森严，不得与外人接触。可我看凌霜姑娘，你与他们截然不同。冰姬阁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姑姑对我有养育之恩。至于外人怎么说，我不在乎，我只想守护我想守护的东西。守护，本来说这一路上结伴而行，还是拖了姑娘后腿。这一路上若不是有你，我恐怕早已……姑姑这时候发来信号，莫不是阁中出了什么事？凌霜姑娘行色匆匆，莫不是遇上什么困难？凌霜姑娘行色匆匆，莫不是遇上什么困难？我得跟上，免得她遭遇不测。马匪帮人竟然没有冰姬阁！阁主，这还离个路往前！你们不是马匪帮的人，而是四大门派的人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！快走，我走不了。他们四大门派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冰姬阁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为何要遭受如此劫难？江湖中的恩怨纷争，向来都是如此，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，行着私欲之事。青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无家可归了。凌霜，你还有我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跟我回玄天神教吧，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的。好。小二，今日的活干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桌椅都擦干净了，酒也给你盛满了。对了，你来客栈有段时日了，可还习惯了？多谢老板的关心，一切都好。你年纪轻轻，为何会选择这偏僻之地做长工？以你的身手，不该屈居于此呀。老板娘过奖了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想过些平静的日子，这里正合我意。客官，里面请。这孩子眼神中总带着一丝忧郁，像极了当年的云哥。这些年，我易容在玄冥崖开客栈，四处寻找我的2个孩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仍然没有任何线索。如果他们还活着，如今也该像小二这般年纪了。玄冥崖，
不知不觉竟来到此地多日。此地是中原和南疆的交界，倒也亲近，日后和青崖见面方便了。哎，客官选点什么？小二，来一壶清茶。哎，得嘞，一壶清茶。哇，那窑子可带劲啊，真不错啊！哎呀，是的，我太……这南疆的女子长得可真标致，不如我们最后我一。小娘子自己一个人啊，不如跟哥哥们一起。小娘子自己一个人啊，不如陪哥几个一起玩玩。哎，有人客官，这是客栈，请自重了。你他妈谁呀？若两位不听劝，就被怪我不客气了。就凭你，找死！大哥，这小子不好惹啊！你给我等着走！好，姑娘受惊了。多谢公子出手相助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在下只是客栈长工，无名小卒，姑娘不必在意。这琴声竟与我的剑法如此契合。公子的剑法凌厉中带着一丝柔情，倒是与我的琴声相得益彰。姑娘的琴声高妙，在下只是随意舞弄，不敢当此赞誉。公子何必谦虚？方才那一招柳月清风，可是柳月山庄的独门绝学。公子可是柳月山庄的弟子？姑娘认错人了，在下只不过是乡野之人，并不懂什么柳月山庄。哦，那倒是伽罗唐突了。不过，公子既不愿意承认，伽罗也不勉强。我会为你保守秘密的。姑娘若无他事，在下先行告辞吧。公子，伽罗初来中原，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。如果公子不嫌弃，可否带伽罗四处逛逛？姑娘，在下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吧。普通人？公子方才那一剑可不是普通人能施展的。更何况，伽罗对公子颇有好感，公子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你我素不相识，还是各走各路为好。公子何必如此冷漠？伽罗虽然是南疆渊明教弃司，但也懂得有缘千里来相会的道理。既然今日再相遇，便是缘分。姑娘，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在下不愿与渊明教有交集，还请见谅。公子，这人明明心中有情，却偏要装作冷漠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。玄天神教重建了啊！新任教主一上来就围剿了横行多年的马匪帮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是啊，听说那马匪横行多年，连官府都处理不了，这玄天神教一出手就把他们全部铲除了。哎，不过这个玄天神教毕竟是魔教，这个新任教主这么高调，很难不遭到正派人士的围剿。管他什么正派人士，只要能为民除害，就是好门派。玄天神教重建了，难道是孩子吗？小二，我有急事要离开，客栈就交给你了。啊，老板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突然要离开？有些事我不便与你多说，你只记住，从今日起，这客栈便交给你。你若愿意，便继续经营；你若不愿，便关闭。哎，小二哥，老板娘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老板娘应该有急事吧？过段时间会回来，这段时间由我打理。哟，小二哥这是升官了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各位客官说笑了，我只是暂时代理，老板娘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小二哥，好好干，我们这些老主顾啊，可都指望您照顾啦。在下一定尽心尽力。没事，今后还有我帮忙照顾到大家。
哟吼，原来是又雇了个小二姐。哎呀，这个客栈以后可越来越热闹喽。各位客官说笑了，我们只是一起经营客栈，相互照顾罢了。这个小二哥虽然不说话，但是你的眼神可骗不了人。你们两个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客官们慢用，有事尽管吩咐。既然伽罗愿留下，我便好好经营这间客栈，或许真能成为我们新的起点。您说，我今日已经重建了我们玄天神教，从此之后，我们不再流落江湖，要安身立命之所。好，金阳，娘亲，这些年，娘亲一直在寻找你们兄弟二人的下落。当年，玄天神教被武林正派围剿，为了保护教众，我们在玄冥崖断后，直至被逼至绝境。当时，我们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才托举你们。只盼着你们能够安然、平安的活下来。如今再次见到你，我的孩子，娘亲心里总算略有一丝安慰。亲牙不孝，这些年让您担心了。我与兄长长风承蒙柳月真人抚养长大，而兄长他生性淡泊名利，已经归隐江湖了。原来你兄长名叫长风，娘亲这就去寻他。母亲且慢，兄长会隐江湖，就是不愿意被打扰。唉，长风这孩子像极了你父亲，只愿淡泊名利，但是不论如何，我们还是要让他知道，他还有家人，还有牵挂呀。好的，母亲。只是您双如今已怀有身孕，我想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，再一同去寻找兄长，一家团聚。凝霜，夫人，我是凝霜，我与青崖是情投意合，只怕夫人能成全。好孩子，这些年有你陪在青崖身边，为娘甚是感激。如今您生日又怀有身孕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呀！娘亲这就为你们婚事做主。多谢母亲。夫人，哎，怎么还叫夫人呢？还不快改口！好，母亲。各位宗主，玄天神教日益壮大，新教主柳青崖比他的母亲手段更加狠辣。我们如果再不动手的话，恐怕……恐怕后患无穷啊！现在柳青崖得到了冰晶阁新任圣女沈凝霜的支持，功力大增，如虎添翼。冰晶阁的寒冰剑气和冰心诀在江湖中独树一帜，不仅能克制许多魔教功法，还能限制一些名门正派的内功心法。冰晶阁以往虽保持中立，但如今与玄天神教联手，我们极为不利。是啊，我们几次暗杀都未能得手，反而折损了不少人手。如今玄天神教势力庞大，弟子个个忠心耿耿，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啊。当时马匪帮左右护法看到冰晶阁与柳青崖在一起，就提前知会我们要有所防范。哼，真可恶！我们假扮马匪帮围攻冰晶阁，本想借机除掉冰晶阁，削弱玄天神教的助力，谁知竟留下沈凝霜这个漏网之鱼，如今反倒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。难道我们就要看着玄天神教日益壮大吗？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，任由它发展壮大，会威胁到我们武林五大门派的地位。不如花重金买通幽影阁的影卫，去围剿玄天神教。他们只认钱不认人，而且从不施舍。若能借他们的手除掉柳青崖，我们便可高枕无忧，不是吗？幽影阁是朝廷养的鹰犬，
专为排除异己的杀人工具。我们与他们合作，与邪教又有何区别？搬出去，我们岂不让江湖中人耻笑？让我们的人假扮马匪帮去围剿冰晶阁，这难道就不是与邪魔外道同流合污吗？如今马匪帮被玄天神教第一个铲除，断了我们与东盟商道的财路。你们难道不一个个也像热锅上的蚂蚁？现在倒在这里装起清高来了！哼，只有此理！你们金陵宗难道就没有拿过好处？你们还在这里大言不惭、大义凛然！哼，只有此理！你们金陵宗难道就没有拿过好处？你们还在这里大言不惭、大义凛然！两位宗主，如今大敌当前，我们应当以大局为重，何必为这些小事争执？当务之急是想一个万全之策，对付玄天神教。苍蓝派宗主说得对啊，若再不联手，恐怕日后连自保都难。依我看，不如我们各自派出精锐弟子，组成联盟，铲除玄天神教。不过玄天神教总坛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我们要从长计议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各位宗主，晚辈有一计。青崖有一兄长名叫长风，现在已经归隐山林。若我们假扮青崖，杀上柳叶山庄，引长风出手，定会让他们二人自相残杀。到时候，我们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呀？也可以借此理由铲除玄天神教啊！假扮青崖，这可行吗？哼，有何不可？长风现已归隐山林，但是得知胞弟如果滥杀无辜的话，定会出手。这样一举两得的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可长风毕竟是柳叶山庄的弟子，我们这么做，不会惹怒柳叶之人。各位宗主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只要能铲除玄天神教，牺牲一个长风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长风也是玄天神教的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啊！玄天神教教主下一个要围攻的目标就是柳叶山庄。不会吧？新教主好像是被柳叶真人给救过呀。这柳叶山庄对教主有救命和养育之恩，怎么可能会以怨报德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啊！柳叶真人为了维护武林真派的声誉，暗中打压玄天神教的崛起。这教主自然要报仇，夺取柳叶山庄庄主之位。哦，伽罗，我即刻出发，有要事处理。万事小心。好，客栈交给你了。保重。大师兄，怎么了？长风，别怪青雅，他走火入魔了，快去看看。太师傅，大师兄，快去看看。太师傅，大师兄。太师傅，太师傅，醒醒啊！怎么了？太师傅，太师傅，青雅，竟敢杀害太师傅和同门，这次对你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婉清，一切准备好了吗？师兄放心。我刚才也在太师傅的茶里掺了7星海棠，此刻他已经……自从你和4大门派密谋围剿玄天神教以来，哼，
这老顽固，居然多次当众反对你继任门主之位，还说什么心术不正者不堪重任。他当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，所以我在他的茶里加倍了剂量。那些亲近太师府的弟子，我也将他们引入后山禁地，那里炸药。哼，很好，婉清。虽然我练不成无极真经，但模仿几招玄鹰掌还是有点样子的。到时候长风一来，看到此等场景，定会认为是那青崖所作。届时我立此名，铲除玄天神教，这庄主之位，还有谁敢说个不字啊？这庄主之位，还有谁敢说个不字啊？到时候你就是庄主夫人。现在按计划行事。师兄，忍着些。师兄，为了你，我连世事的大罪都愿意承担。所以，你若是敢负我，我定让你尝尝比七星海棠更毒的东西。青崖，你混蛋！哎，兄长，你来了。青崖，你为何要杀害太师傅和同门？他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如此歹毒？兄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从没去过柳月山庄啊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还想狡辩？大师兄亲口指定是你所为，他们身上伤势分明死于玄阴掌。兄长，我虽重建神教，但也从未滥杀无辜，更没有经过什么柳月山庄。少废话！今日我便对太师傅和同门报仇。上！娘！啊，娘！娘亲！娘亲！长就是长发。娘亲！娘亲！你们这些混蛋！母亲，武林五大门派在此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长风，今天便是玄天神教的末日。在你临死前，我不妨告诉你，那日假扮青崖屠杀柳月山庄，便是我做的。你们兄弟二人自相残杀，也是我布的局。传至刘婉清，当日你们竟是假死！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口口声声说着仁义道德，竟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这么多条人命都成为了你们权谋中的牺牲品。要怪，就怪你们是玄天神教的余孽，还敢妄想染指这柳月山庄庄主之位。这个位子本该就是我的，你们不过是我路上的垫脚石罢了。为了区区一个庄主之位，你们既不惜残害无辜，践踏生命，什么名门正派，什么正道大义，都只不过是你们一己私欲的遮羞布。今日我便以手中之剑斩灭这虚伪的天地。走！几位掌门，合力将他们击杀。五行掌！青崖，如今只能牺牲我了。
你怎么了？呀，我和孩子可能不能再陪你了，你要保重。夫人，凌霜已死，我已无心留恋，天地同寿。呀！天地同寿！呀！关住你！师兄，你可对我曾有过半分真心。师兄，我说过，你若负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尝尝比七星海棠更多的东西。大家小心！一起上！今日绝不能放他兄弟二人离开。青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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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青雅，撑住啊！我静脉禁断，怎么会这样？今后要好自珍重。青雅，青雅！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不写轮回镜。不，老夫从没见过这样的轮回镜，这是玄天神教的噬日无生劫。长风已经达到了木系最高境界，他现在走火入魔，正在逆行功法。今天，整个武林盟军或许都要栽在这里。娄月真人这个老狐狸，竟然留了一手。早知道青崖和长风被逐出师门时，你们就应该斩草除根。长风住手！夏洛，你也要拦我？长风，你若继续滥杀，与你口中憎恶之人有何分别？这些人害死我全家，杀害柳月山庄这么多无辜的人，让他们偿命！你家人的死的确令人痛心，但你若此走火入魔，滥杀无辜，他们的在天之灵又如何能安息呢？他们已经武功尽失，经脉尽断，就放过他们吧。长风，放下仇恨，我们离开这里。